哇！嘿嘿嘿嘿嘿！两眼晚秋已满回首，此去几何？欲说还休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不想深陷一念只一天，只恨人间不够千年。欲为笑恩怨为报，欲情为了爱千年缠绕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晚秋已满回首，此去几何？欲说还休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深陷一念只一天，你是？只恨人间不不知姑娘从何而来，还望遵照礼教，不要逾越了界限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？子轩，你怕我吗？你是妖，
怎么能来九溪山呢？子轩，我是小白啊。你不喜欢我幻化成人的样子吗？你是小白？嗯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修炼成人了。那我到底是人还是妖啊？当人当妖，取决于你自己。原来有了手，有了脚，当然这么方便啊！嘿，哎呀，来，快坐下。你这走路的样子，真该好好的训练一下了。我当蛇当了200年，刚刚幻化成人，我肯定是学不会这些东西的。你跟了骊山圣母才200多年，一定是雪鹰子与九溪山的环境加速了你的修为。哎，对了，这九溪山与骊山之间的距离也不近，你怎么来这里的呀？当时9重天有蟠桃大会，我跟着师傅。跟着就迷路了。我听他们说啊，蟠桃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，如果能有一个仙桃，我们就能一块吃了。你吃了仙桃，就能提高仙力修为，这样子轩就不用怕那个坏家伙了。我从未听说过蛇这么贪吃的。我饿了，我不会用筷子吗？以前都是你喂的我呀。当了人，自然要自己来吃。你看，筷子这样拿就可以了。这样拿，大拇指、食指，哎，中指放这儿，好好看着。这样，拿好了之后，食指用力。来。好吃。起来。干嘛呀？我都困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以后不能睡在这儿了。男女为什么授受不亲啊？我才刚刚化成人，要不然我还是化成原形好了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对啊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明明应该在……只要是妖，擅闯九溪山，一律斩杀于剑下。我才没有擅闯呢！
我一直都住在这里。胡说！这九溪山上上下下谁我不认识？我呀，我是小白。小白？我前前后后修炼了500年才修炼成人形，一个小白蛇才来了多久就变成人形了？你这谎扯的也太大了。那你得明察秋毫呀！你现在这样果断妄为，我就去告诉紫萱，说你残害忠良。残害忠良？果然不是小白，跟在紫萱身边，怎么会一点进步都没有？紫萱，昨晚没来得及告诉你小白修炼成人的事情，所以才造成了这场误会。哼！明察秋毫，果断妄为，甚至用上了残害忠良。看来我要好好教导你念书了。念书。来。紫萱可没教过我读书。做人，形于外的一举一动，都代表着人的格，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小的细节。这些书，全都背下来。斜雨撩西湖畔，借一把油纸伞，才懂了孤单。对白间想念，漫岁月长相间，断泪几滴深淡。心事把山水转弯若一场悲欢，又一世遗憾。踏下悲欢，雁过金山，情难断。一踏青石板，山与生花，一无扰了平常人家。他只怕他没见过这般如花，一杯烈酒如常，如同电话，晕开几层苦辣，心脱了铠甲，才羽化。用几度轮回的世界，赴一场千紫萱，当人念书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能不能不念书了？我可不可以学点别的呀？可以啊。琴棋书画，你想学哪一个？之前看你弹那个特别好看，我想学那个。好啊。青石板，山与生花，一吻扰了平常人家。他只怕他没这个我看不懂。你没有念书，当然看不懂了。那我可以学那个吗？行啊。这个我会。紫萱，你看我摆的这个好看吗？你摆的这是什么呀？我呀，蛇。不，嘿嘿，是不是很好看呀？好看。嘿嘿，好看，那就说明我赢了，你输了。既然我赢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变回原形休息一下了？我实在太累了。啊！紫萱，你干什么呀？干嘛把我定住啊？我太困了，我想睡觉。做人哪有这么容易啊？眼下念书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以后遇到更大的问题怎么办呢？做人实在是太麻烦了，我不想做人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银白银白的，好可爱。既然你喜欢，那就送给你了。太好了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从明天开始，必须要好好念书。嘿
哇！小心点。这把剑是我用九溪山的玄冰亲制的，从今以后，它就是你的佩剑了。此剑寒气精纯，适合你的功法。那我到时候要把它带到三界去游历，到时候所有看他的人肯定都是羡慕的眼神。对了，子轩，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那就换他挽留吧。挽留？我喜欢这个名字。一夜的思念，爱不到繁花盛开。你转身，坠落凡尘，云游四海。千年如尘埃换来你一世相守的等待。天地不灭。今天我让你画景色，你盯着我干什么？哦，子轩，你刚才明明是闭着眼睛的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盯着你呀？这是什么法术啊？我忽然想起来，灵楚还在休养，不知他心火的情况怎么样了。我该去看看他了。灵楚，就是那个要取我蛇心的人吗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灵楚？不用了，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做完呢。子轩，你去忙吧，我先走了。仙鹤姐姐，仙鹤姐姐，子轩他去哪儿了？你犯了那么大的错，当然要给你一些时间反省了。我已经每天都在反省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子轩为难了。你想他了？仙鹤姐姐，你快点告诉我吧，子轩到底去哪儿了？前段时间我教你做人的道理，有些严厉了些，你没放在心上吧？我知道那是仙鹤姐姐为我好。这做人呢，不像做妖，做妖可以随心所欲，但是做人却要揣测人的心思。是不是子轩生我气了？仙鹤姐姐，你快教教我吧，我怎么样才能让子轩不生我气呢？要不，你做个样子，假装离开九溪山，让子轩忧愁紧张。一旦他为你担心，就说明他真的把你放在眼里，就会去找你。到时候你再道个歉，不就行了吗？子轩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要不然我去找他吧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长时间，不会是出了什么危险吧？
我悟出了一个道理。哎，这应该是领悟的悟嘛，怎么能写成错误的悟呢？生死熟虑。哎呀，这深思熟虑怎么能跟生死扯上关系呢？规矩的规怎么画了只乌龟呀？看来明天开始得加紧鞭策，写一封信都是错误百出的。子轩，你这个时候的反应不应该是担心吗？怎么还会有闲情逸致改我的信呢？可是如果子轩没来找我，他也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呢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又何必留在九溪山呢？他毫不在乎我离开。小心！子轩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饕餮竟然将一丝魂魄留在了天机剑上，那怎么办？你赶紧去追他吧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就你这点本事，还想保护我？真不知该说你胆大，还是少根筋了。我这点伤不碍事的。饕餮的魂魄跑了，你赶紧去追他吧。只要还留在九重天上，就一定能追到。眼下，治好你的伤最为关键了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被天机剑伤了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啊？苦吗？不苦，一点都不苦。来，再喝一口吧。你为什么想要离开九溪山呢？我就是想知道你在不在乎我，想知道你会不会去找我。如果我不在乎你，不去找你，你真的要离开九溪山吗？当然不会。小白，人心最经不起试探与猜测，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做了。难道我又做错了吗？有些事情对你来说，或许太过于复杂了。我只希望你不要忘记初心，活得自在快乐一些。我只要在你身边，我就过得很快乐。早点休息吧。你受的伤虽然不至于致命，但容易留下后患，好好调理。子轩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呀？放心吧，我等你睡着了再走。
元神出现裂痕，根基不稳，这痛竟是蚀骨裂心。呀！子轩，等等我。小白，你的伤全好了吗？谁让你出房门的？你又忘记带伞了，我来给你送伞的。我怕你着凉了。别给我转移话题。如果你的伤势加重了，那该怎么办？我躺了几天，早就好了。我要是再躺下去的话，才会生病呢。看你脸上这么开心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又被你猜到了。我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哎，你等等。难不成你又去了蟠桃林，偷了蟠桃吗？上回犯了那么大的错误，再笨也会记住教训了。这是仙鹤姐姐送给我的桃花，漂亮吗？仙鹤姐姐说了，这种花只能在春天开，九溪山这种地方终年是雪，所以根本就看不到。难怪你一直把桃花当成自己的宝贝。这个桃花是我特意给你送来的，你喜欢吗，子轩？我绝对不同意。去蓬莱仙山怎么能带着小白？你这反应会不会太大了些？我是说，蓬莱仙山门规森严，带着小白恐怕有些不妥。更何况百草仙君那儿也没法交代。你放心，我会妥善处理的。你送了小白的桃花，他就当成了宝。我倒忘了，小白从小就没有见过桃花。眼下正是蓬莱仙山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我想让小白好好的看一看这满山的桃花。子轩，你似乎对小白过于的偏爱和纵容。是吗？我倒觉得我对小白严厉了一些。他现在肯定苦着一张脸，好好的念书呢。我对他是不是太过于强人所难了？仙鹤姐姐，原来蓬莱仙山的景致跟九溪山完全不同啊！那你是不是比较喜欢这里啊？要不要留下？子轩，子轩。蓬莱果然育有天下百草，灵楚的心火用了这些药材，差不多就可以痊愈了。草药先放我这儿吧。今天因为我耽误了些时辰，眼看着天色渐晚，小白今天恐怕是看不见桃花了。我先走了，再去采一些草药来。没关系的，今年桃花谢了，明年还能开。今天看不见，早晚都能看见的。你想得倒透彻呀！花开花落，终是万物法则。我本来想带你看看这晚上的桃花林，晚间的桃花林啊，别有一番景致。现在看来，不需要了。不是的，子轩，我刚才说的话都是骗你的，你不要信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刚刚为什么要惺惺作态呢？这可不像你啊！
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做人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。难道我又做错了吗？你没做错，这次是我故意逗你的。走吧。树白头，拈一朵落花遮住离愁，就很轻描，化作眉心的皱。几番春秋，想念能熬过几个年头，你是手心握不住的红豆。桃花，好美啊！原来夜里的桃花林这么美啊！我只送了你一枝桃花，你却给了我整个桃花林。九溪山终年风雪，难得见到这样的景色。不过这里再美，也没有九溪山美。蓬莱仙山的桃花林是仙界最美的地方。这里10个桃花林也比不上一个九溪山。九溪山的水，九溪山的雪，九溪山的美，样样都好。因为有你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又说错什么了？你没说错什么。哦，对了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接着说。我刚才想说，因为九溪山有你，这够了。花开如酒，我枯坐门中望成石头，闻着鼓声声催人别回头。怎么离开？怎么能唤醒爱？你不在，岁月变沧海。怎么记载往事的对白？你还记得这里吗？怎么会不记得？当时水里突然钻出你这么一条冒冒失失的蛇妖，我差点当场斩了你呢。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就坐在这里，你在这里打坐。我当时还是一条小白蛇，我看了你一眼，然后我就溜进去玩了。没有想到，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就变成人形了。该不会那个时候你是为了急着见我，才学会变化的吧？我连做梦都想变成人。我想有2条可以走路的双腿，我还想说话，可以说出悦耳动听的声音。我喜欢你白皙修长的手，我喜欢看你弹琴的样子，我也想弹琴。那个时候在温泉这儿，你就已经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不是吗？其实，在我还是一条小白蛇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我在凡间的时候不是教过你吗？做人呢，还是矜持一点好。你这个人，法力跟技艺全都拿回来了，可这个性怎么回不来了？说话一点也不留口德。子轩的个性温文，有的时候太过于古板了。对付你呀，还是许轩比较合适。哇！哇！好美啊！
喜欢吗？嗯。你知道吗？你走以后，我才发现，自己竟然没有留下一张你的画像。可是每次我分明都抹好了墨，拿起了笔，就在这梅树下静静地看着你。可是为何我还是画不好呢？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每次都是一直盯着我看，一直也不下笔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。可是，那为什么你画我就能画好呢？因为我的定力比你高。哦。而且，你的姿色一般，论容貌，你可比我差远了。嗯。谁容貌一般？站住！你刚才说谁容貌一般？说的就是你啊！我肯定不可能，因为我知道，其实，在你的心里，你肯定觉得我很漂亮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漂亮？是不是很漂亮？你最漂亮了。我家小白最美了。我就知道，在你的心里面，肯定是这样想的。又来到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相遇跟现在一样，白茫茫的一片。我想我们的相遇一定是老天注定的缘分。我记得你当时饥肠辘辘的，为了吃到蟠桃，迷了路才走到这里。由此可见，你这贪吃的性子，才是我们缘分的开始。好啊，那我这个贪吃的性子可要保持一辈子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缘分就能一辈子了。将来，无论我们身处何地，哪怕天涯两隔，这桃花林的美景，永远都不会相忘的。如果你以后不在我身边了，就算这个美景留在心里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千年来，是不是我对你的督促太少了呀？你的法力没有一点进步，现在连蓬莱仙山的路童都可以为难你了。能不能以后再责怪我？眼下时光珍贵，我只想跟你珍惜当下的时光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再说了，如果你不好好修炼的话，以后怎么保护自己？如果你以后再这样说我的话，我就用这个法子来讨你，怎么样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。以前的紫萱可不是这个样子的。现在的我是许宣。你可是在怕我？您慈善仁爱，我心里只有敬畏的份儿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我老眼昏花，看错了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夭夭千年前已经受过罚了，
您就别再逗他了。你可还记得千年前在蟠桃林外跟我说的话？你拉着我的手说，蟠桃林不能擅闯，你只想要一颗蟠桃。小妖知罪，当年是我无知，在您面前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您千万别当真啊！你这性子倒是收敛了不少。多谢王母娘娘夸赞。谁在夸你了？我倒是觉得，当初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白蛇，更加可爱才是。西王母，您就别再逗他了，他单纯的很，恐怕一会儿真的就全当真了呢。你们的来意我知晓，既然是白帝的生辰，这蟠桃园也该热闹热闹。西王母，许宣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希望您可以答应。我想在生辰当日，邀小妖前来。好，拿。谢白帝。娘子，蟠桃，相公，我们两个还是一人一半如何？我早就说过了，全都是你的。我不要自己吃，我要跟你一人一半。何况你为了今天的盛宴，花费了不少心思呢。当年为了替我求蟠桃，你私闯圣地，被天罡卫所伤。如今，我特意安排了一场蟠桃宴，就是为了弥补当年对你的亏欠。你没有亏欠我，为了你，再难都可以。我最怕的，便是你这无所畏惧的样子。虽然我以白帝的名义宴请了这些小妖，亲弟，可我最想做的，便是替你我二人好好感谢他们。这一路，他们不但用心火护住了我的命，还多次在危险之中帮助了你。我去蓬莱仙山取药的时候，多亏了他们，在凡间苦苦支撑着。要不然的话，相公你……所以我才在蟠桃林里宴请他们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让九重天上个个都明白，这世间无论人、仙、妖，并没有任何的区别，也没有任何的贵贱之分。而你，是我最珍惜的娘子，我也不允许任何人低看了你。相公，你处处为我考虑周全，可是我呢，却一直在连累你。其实我心里一直很害怕，很担心，所以从见到你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要努力做一个能配得上你的人。虽然你不够努力，常常偷懒，但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。我们之间啊，不需要外人来评论的。而且我知道，你之所以办这个蟠桃宴，是因为不想让我在九重天上被众仙轻贱罢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替你准备了3份礼物。第一份，便是借由白帝祝寿，让你好好的尝一尝蟠桃。而且我保证，这一次啊，不会再有人要与你分而食之。整颗蟠桃全都是你的。那剩下的2件是什么？
你慢慢等着，自然就都明白了。嗯。我们祝白帝万寿无疆。青帝，您真的打算将这心境赠予我吗？此境唤作心境，虽比不上冰镜，可以通三界知虚空，但同样也是天池圣水淬炼而成。它可以映射出你所思所想之人。多谢青帝。许宣向我问询了淬炼之法，这是他亲手为你做的。他的一番苦心，希望你能明白。这是相公亲手为我打造的，我定会倍加珍惜的。恭送青帝。相公，我要把它挂在家里，日夜守着它才好呢。你喜欢吗？这是我送你的第2件礼物。嗯，我当然喜欢了。有了它以后，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可以看见你了。这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。你喜欢就好。送你这个心境，我也真有此意。嗯，反正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就算有一天，如果我们分离了，你也一定能找到我的，对吗？走吧，我去带你看看第3件礼物。对，还有第3件礼物呢。走吧。相公，你说的第3件礼物难道在骊山吗？这第3件礼物，便是我亲自送你回骊山。你回去好好修炼，假以时日，定有所成。我们才刚刚成亲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不会回骊山的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才会安排这一切。若你最后是这样的下场，你我还不如永远都不要再见了。纵有心境传情又如何呢？阴阳相隔，永难相逢。相公，我不想看着你一世孤寡。你的苦，我愿意替你扛。那是我的命中注定。七杀哥何其的危险，以你的法力，还想转嫁到自己的身上。你以为你活在黑暗之中，我就能安静地度过这一生吗？原来你送我的每一件礼物，都是精心安排的。
你就想逼我回骊山。既然如此，那这3件礼物，我1件也不要。那你送我的又是什么呢？你用自己的一身骨血，换我从此平安。万一你的腰身难以承受，难道你要打算留我一人苟活于世吗？不会的，相公，你不会一个人活着的。我能花1000年找到你，你也可以找到我的，对吗？你若信我，怎会有今天这个决定？娘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相公，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就此身死。我只不过是孤寡之命，怎会身死呢？青帝已经告诉了我，天雷会反噬你的命格。你如今凡人之身，你根本撑不住的。若非如此，我这门前的道根本控制不了你。前年天我已经失去过1次你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你第2次。当日，你用桃木剑斩断情缘之时，我就告诉过你，此生不要再有第2次。这一次，如果你敢换我的七杀阁，行如此鲁莽之事，千年万年，我都不会再见你了。你我之心，日月可见。相公心中有小白，我知道。灵珠为何会吸取我的命格？你的体内为何会有七杀？千年前，我寻得你的元神碎片，终究将你找回了。那时便留下了这个命格。娘子，你的体内有七杀格，还敢承受天雷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既然如此，以后你我不要再相见了。相公，相公，你别走行不行？你不要离开我。万一老天可怜我们2个，说不定结果会不一样的。你能不能别走？为什么你可以承受七杀格数千年，而我却不能呢？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回来！你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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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别走。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大圣是以神机所摇他，
留下我一个人。这1000年的苦，都让你一个人受了。而如今，我想换你的七杀阁，为何就不可？相公，如今，如果让你再次为我受难，我许宣还如何存活于这个世上？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彻底的死心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你好好的活下去。哪怕我注定一世的孤寡，又有何惧呢？若再让你为我受到一点伤害，我都无法承受。相公。